Hello， 吃饱未 ？Hello， 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呢？你最近呢要吃一餐饱的，跟你以前要吃一餐饱呢要花的钱，可是差很多的呢。曾几何时，在我的眼里，这可是红色的10块钱，现在呢已经是变成零钱了。基本上你不能够做到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让我今天来说给你听。那我们最近看到所有新闻，无论是看 Facebook 啦，或者是看新闻啊、听广播啊等等，都告诉你鸡肉涨价啦、猪肉涨价啦、油涨价啦、鸡蛋涨价啦，还有什么没有涨价的啦？薪水其实，在员工讲他们讲没有涨，但是在老板的眼里，他还是有涨的，可以吗？会不会讲太多？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年5月份的这个通胀率哦，比起去年的同期呢，是已经上升了5.2%，可以说是近1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为了要应对这个问题，咱们的政府呢，联邦政府决定要成立一个抗通膨圣战特工队。Actually，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天然资源应该是很丰富的，对不对？到底为什么这一场国际性的粮食危机对我们也会造成影响呢？那我们今天来为大家归类出了7大的外部因素。外部因素1，俄乌战争导致的粮食供应。2022年2月24号，俄乌战争开打，基本上呢可以说是这一次世界粮食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口的小麦和玉米分别占了世界市场的29%和19%，这两国呢也是出产了全球1半以上的葵花籽油，而乌克兰呢甚至是有欧洲粮仓的这一个称号。所以现在我们的粮仓里面已经开始在打仗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不单只没有办法把这一些粮食供应给海外，甚至还需要国际上提供粮食给他们。这种情况，粮食可以没有危机吗？也难怪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的执行干事 David Beasley 会说，我们已经在面对着世界第2次大战以来最糟糕的粮食危机。外部因素2，俄乌战争所导致的能源危机。那自从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之后呢，欧美就对俄罗斯进行了经济金融制裁。当然，身为世界公民的我们呢，强烈支持反战也是应该的。不过，这个道德立场呢，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哦。但是这个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啦。那因为呢，各国的这一个制裁呢，已经影响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尤其是它是全世界第3大的产油国。那于是这样子呢，也就会导致了全球的石油供应出现了问题。那当然呢，在后疫情时代呢，其实全球正在复苏当中，所以能源的需求其实是一直在增加的。于是就在这种供应减少，但是呢需求增加的情况之下呢，全球的油价就不断的上涨了，甚至冲到了每一桶120美元，这是比去年呢贵了多少呢？70%。或许你就会问啦，油价飙涨其实跟我们的食物价格涨价又有什么关系嘞？其实你回顾历史呢，你就会发现，每一次只要一旦发生类似的这个能源危机的时候呢，只要油价一飙涨，其他的产品啊、原物料啊、还有食物啊等等都会联动，通膨呢就会快速的升高。那么因为呢这一个生产的这个电力成本啦、运输成本啦都会大幅度的提高，那自然的我们的粮食的价格也就会提高了。外部因素3，也是来自俄乌战争所造成的化肥危机。其实，当我们在提到了这个粮食生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跟农业分不开的化肥供应问题。那因为现在呢，农业对于肥料的需求是非常的大的。如果我们缺少化肥的话呢，那么农作物的收成呢就会大幅的降低。那么现在呢，许多的农夫他们要施肥的时候，发现化肥的价格呢已经是2020年的3到4倍。不是20年前哦，是2年前而已哦，价格已经差那么多了。那为什么化肥的价格又会飙涨嘞？好，我们来看看，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俄乌战争之后呢，身为化肥供应大国的俄罗斯停止了出口。第二则是天然气的价格大涨，因为化肥的生产其实是需要大量的天然气去合成的，单只是天然气呢，就占了化肥成本的70%到80%。所以呢，因为成本真的太高了，很多的化肥厂为了要生存呢，他们就只好呢降低他们的产能，甚至是暂时关闭。
所以如果今年呢农夫的这一个施肥不足，那也就会影响到后面的收成，那往后的粮食危机呢也就会更加的严峻啦，所以都是环环相扣的。外部因素4，极端的气候。其实近几年呢，我们这个气候的变迁呢，已经是深深的影响了全球各地的农作物的收成哦。那例如呢，这个被称作为印度面包篮的旁遮普省，今年呢，他们就发生了这个热浪，气温飙升到1901年以来的最高。这一次的热浪导致小麦都枯萎，重重的影响了百万农民的小麦田。那当印度这边出现热浪的同时呢，在中国那边呢又出现了暴雨哦。比如说像去年呢，我们都知道说在河南啊、河北啊、黑龙江这些中国的粮仓都发生了洪灾。中国的农业部长唐仁健还说，因为洪灾的影响啊，今年中国的小麦收成将会是历史以来最差的。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其实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哦。那看完了中国，我们又来去看看美国。刚刚我们有提到印度是热浪嘛，那中国呢则是雨量太多嘛。那其实美国面临的是这2个问题都有。那美国的北达科他州呢，因为大雨还有暴风雪呢，造成了他们春麦的种植面积减少了1半。而南部呢又受到了严重的干旱的影响，预估收成量呢锐减1/4。那只能说呢，气候变迁这个问题啊，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呢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在上演着的。外部因素5，疫情啦。那其实呢，疫情影响粮食的生产呢，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可是我们还是得要提一下哦。首先呢，我们要先把粮食供应呢想象成是一个复杂的网络，里面会牵涉到什么呢？有牵涉到农民啦、农场啦、劳工啦、化肥啦、种子啦、药物啦、加工啦、物流啦、经销商，还有零售商等等。所以它 involve 的这一个东西是很多的。那虽然呢，在马来西亚的封城期间呢，我们感觉好像食物 OK 吗？没有人没有饭吃吗？每个人都有东西吃，还 order 到很开心。Team OK， 食物充足并不代表疫情之后的我们马来西亚粮食供应的部分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啊，世界各国因为控制疫情的关系，就限制了人员的流动，那也实行了这个边境的管制等等，这也造成了我们的粮食生产的劳动力短缺，像是供应链中断啊、码头作业以及航运的延迟，以及刚刚所提及的所有 involved 到的单位呢，几乎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就以最近期呢中国的清零政策作为例子啊，因为在封城的期间呢，就有很多的农民没有办法下到农田里面去耕作，所以农业的生产呢就会变少。那解封之后呢，自然的粮食的产量也就会跟着减少了。外部因素6，保护主义。那当国内的粮食供应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各国政府会怎么做呢？大多数的国家都会为了保障自己国民的需求，就会暂时限制食品的出口。根据这一个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8号的时候呢，全球就有20多个国家限制他们的粮食或者是肥料出口，那就会导致市场的供应又减少咯。那供应减少了，粮食的价格又会大涨哦，这是等于对于世界粮食通膨呢火上加油，形成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那比如说，在世界第2大的这个小麦生产国印度那一边，突然在5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禁止了小麦出口，小麦的价格立马就飙涨了6%。除了限制出口之外呢，保护主义的另外一个形式呢，也就是囤粮。当然，我们来到这里讲到的这个囤粮啊，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去 supermarket 啊买米回来的囤粮这种小规模的，而是国家的政策。因为粮食供应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很多富裕的大国呢，他们就会开始实行囤粮的政策。例如说，像是中国，根据报道，中国在2022年的4月之前呢，总共花了1600亿人民币来购买粮食，比起之前呢，增加了21.5%，好有钱。所以预估到了今年年中呢，中国将会拥有全球69%的玉米、60%的稻米以及51%的小麦储备。但是呢，中国的人口虽然很多，也不过是占了全球人口的18%而已哟。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其实无论是限制出口或者是过度的粮食囤积呢，对自己的国民是有利，不过对世界整体来讲是雪上加霜的，就不 balance 不 balance 啊。外
外部因素7，生物能源。最近呢，欧美那边就出现了一个辩论题，到底我们是要先喂饱人类，还是要先喂饱机械呢？像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世界的这一个谷物供应呢，已经是严重不足了。但是在欧美各国呢，其实还是在使用粮食去生产生物燃料。例如在美国，去年就有36%的玉米呢是用来制造生物燃料的，而欧洲呢，每天会把10万吨的小麦，相当于1500万条的面包，转化成汽车燃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曾经说过，生物燃料的增长呢，其实是导致了玉米价格的飙升，甚至是有团体指出，如果美国停止制造生物燃料，那么这一些谷物其实是可以补足俄乌战争所造成的这个供应缺口的。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像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一个粮食危机，我们把这个谷物拿去制作燃料，会不会有道德的问题呢？基本上现在有很多低收入的国家，连基本的粮食都没有办法负担了，可是富裕的国家呢，却把粮食拿去制造燃料，听起来就好像不是太过合理，对不对？好，那刚刚呢就跟大家讲了7个让我们马来西亚的物价上涨的外部因素啊，就有这些，确实是很难以避免，不关我们的事啊。就像我们那个政府部长讲啦，目前的粮食危机不应该完全怪政府，因为价格呢是受到世界局势的影响。他讲的是没有错，但是内部没有问题咩？不可能的嘛，我们内部的问题呢还更大呢。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讲马来西亚有什么内部的问题，让我们的这一个面对粮食危机的时候雪上加霜。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朋友呢，欢迎 subscribe 订阅，还有分享出去，让我们荧光笔工作室的内容呢，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这个事业链呢，就会制作一些跟民生相关的这些议题啦。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大力 share 出去。我是茵茵，下一集再见。